大家好，我是罗富强。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华春莹质问 G7， 如果中国是威胁，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的 G7 是什么？由日本举办的 G7 广岛峰会，居然把中国定位成所谓最大威胁，对中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挑战与内政干涉，不仅确立了全面与中国为敌的共识，甚至还要试图插手台海问题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、新闻司司长、发言人华春莹连发5条推文，向七国集团提出灵魂拷问：如果中国是一个威胁，那么那些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、推翻他国合法政府、退出多边条约和胁迫他国切断供应链的 G7 成员国是什么？华春莹在第1条推文中表示，一些 G7 成员国声称中国是全球安全与繁荣的最大威胁，是认真的吗？中国是全球经济的最大引擎，对其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G7 成员国的总和，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，还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2大资金贡献国？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中国，致力于劝和促谈、追求世界和平的中国，倡导合作共赢、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，怎么在七国集团的眼里就成了全球安全与繁荣的最大威胁了呢？这不是四处发动战争的美西方在贼喊捉贼吗？可见七国集团已经无视到了完全没有最基本下限的程度。华春莹在第2则帖子中说，如果中国是一个威胁，那么那些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、推翻他国合法政府、退出多边条约和胁迫他国切断供应链的 G7 成员国是什么？真实的世界不会被洗脑和欺骗。美国及七国集团在我看来完全就是一个极端邪教组织了，包括美国自己也从来不敢否认，美国及北约就是一个不断发动战争的国家和联盟。这几十年来，上千万的人倒在了美国及北约策划、发动、参与的战乱和战争里，但他们却反过来攻击其他国家是威胁，试图不停地向全世界灌输中国威胁的思想，试图给全世界国家和民众洗脑。这不就是极端邪教组织培养人肉炸弹的那一套把戏吗？环球时报22日发表评论文章说，G7的反华声浪越大，它所能发挥的实际作用就越小，这是规律使然。的确， G7 已经堕落为反华小作坊。想当年 G7 刚搭台的时候，这7个国家的 GDP 占据全球的 70%， 而现在呢，只有 40% 不到了。光是中国的 GDP 就比英法德日意5国的总量还要多，而且包括美国自己也预测，中国在不远的将来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明白了，这才是七国集团眼里的所谓威胁，是因为他们自己落后了，中国发展了。为了阻止中国的发展，所以才会满世界渲染中国是全球安全与繁荣的最大威胁，倒打一耙的污蔑中国搞经济胁迫。日落西山的七国集团这样的表现不过是垂死挣扎而已，任由他们怎么闹腾，还能翻了天不成？敌人最害怕的就是我们要做的。对于中国而言，除了自己埋头发展，最终超越美国以外，还应该把日本和英国作为主要打击目标，把这2个国家打趴下了，美国就失去了左右膀，看他还怎么张牙舞爪。好，本期话题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